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大实话。我是主播张宏志。在安养院担任院长这30年的时间里，我看过太多长辈的晚年生活，有温馨的，但更多的是让人心酸的。现在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社会，大家总把养儿防老这4个字挂在嘴边，但现实往往不尽人意。当你老了，发现孩子不常打电话，不常回家探望，甚至对你爱理不理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是继续忍气吞声，还是跟孩子大吵一架，弄得两败俱伤？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一个真实发生在我们台湾社会的案例。这是一个80岁的老父亲，在被3个孩子轮番冷落之后，没有争吵，也没有指责，反而用了一个方法，悄悄翻转了整个局势。明明是一开始最不被在意的那个，到最后竟让3个孩子抢着给他养老。他到底动了哪一步棋？又凭什么一句话就让子女态度大变？如果您也曾经历过子女不管不问的心寒时刻，或者您正在思考未来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晚年，今天这期节目一定对您有所帮助。这不是教您怎么骂醒子女，更不是教您跪求亲情，而是用一套思路，一种智慧，把自己的晚年尊严牢牢握在自己手里。故事的主角，我们称呼他为老林，今年刚满80岁。老林住在台北市区一栋屋龄超过40年的老公寓里。照理说，80岁大寿是个人生重要的里程碑，是个该好好庆祝的日子，但老林的这个生日却是一个人过的。那天早上6点，天还没完全亮，老林就醒了。他没有马上起床，而是躺在被窝里，看着天花板，回忆着以前过生日的热闹场景。那时候3个孩子还小，每年他只要一煮好猪脚面线，孩子们就围在瓦斯炉旁边吵着要吃第一口。老伴还在的时候，总会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张罗，拉着他去传统市场买新衣服，说老头子80岁了，也该讲点排场，不能总是穿那几件旧衬衫。老林缓缓起身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温开水，走到厨房门口，看着琉璃台上的食材。那锅卤肉是前一天晚上就开始用小火慢炖的，用的是他传承了几十年的老配方，酱油和八角的香气已经飘满了整个客厅。他心里很清楚，孩子们现在都忙着工作赚钱，各有各的家庭要顾，他也没打算让孩子们花大钱去大饭店办什么寿宴，但80岁终究是个大日子，总得回家吃顿饭。说句生日快乐，老林一边准备食材，一边想着孩子们的口味。大儿子建国爱吃清蒸鲈鱼，他一大早就去市场挑了最新鲜的活鱼。二女儿雅婷从小就不吃香菜，她洗菜的时候特地把香菜挑得干干净净，一点残留都没有。小儿子志明怕吃肥肉，他就专门买了瘦肉比例高的五花肉来卤。老林在厨房里忙进忙出，切菜翻炒调味，一整个上午都没有停下来，却一点都不觉得累。等他做好6菜1汤，把象征长寿的红龟蒸好，厨房里热气腾腾。他特地进房间换了一件干净平整的衣服，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，静静地等他们回来。墙上的时钟直到12点，电话却一通也没有响。老林看着时钟，心想孩子们可能是在高架桥上塞车了。12点20分，他忍不住主动给大儿子建国打了电话。建国接得挺快，但背景声音非常嘈杂。建国语气急促地说，今天公司临时有个紧急的高阶主管会议，他下午必须赶回信义区开会，明后天再单独请老林吃饭补过生日。老林停顿了一下，只能说一句工作要紧。建国挂电话前还补了一句，交代老林别等他吃饭了。老林放下电话，屋子里显得更加安静。不到5分钟，二女儿雅婷发来了通讯软体的视讯通话，画面上她化着精致的妆，穿着美容院的高级制服，背景是她装潢华丽的店面，笑容非常甜美。雅婷说，爸爸生日快乐，今天店里有个大客户预约做疗程，实在走不开，他已经帮老林点了外送的知名蛋糕，晚点会送到家门口，叮咛老林记得吃饭。雅婷讲完就匆匆挂断了，老林连第2句话都来不及说出口。最后一个是小儿子志明，他只传了一段
短暂的语音讯息，说今天要去桃园的工厂送货，晚点忙完再打电话回来看情况。老林没有回复，只是把那段语音反复听了几遍。志明的语气轻飘飘的，像是一阵风吹过就散了，没有留下任何重量。12点40分，外送员准时送来了一个精致的小蛋糕。老林打开塑胶盒看了看，蛋糕在运送过程中已经被撞塌了一边，奶油也糊在盒子上。他什么也没说，默默把蛋糕放进冰箱的最角落。餐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他忙了一上午的丰盛菜肴。老林拉开椅子坐下来开始吃饭。清蒸鱼早就凉透了，排骨汤的表面浮着一层凝固的油芯，红龟倒是还有点温热，但他咬了一口，发现底部因为蒸太久有点烧焦了。老林一个人在这张大餐桌上咀嚼着，声音在空荡的屋子里不断回荡，连冰箱压缩机运转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吃完这顿漫长的午餐，老林坐在沙发上泡茶。这罐茶叶还是早年跟老伴一起去南投鹿谷买的洞顶乌龙，一泡开香气依然醇厚，但他却怎么喝都喝不出过去的味道。他回想起老伴在世的时候，每次他生日都非得拉着他去相馆拍张合照，说人老了也要留下一些证据。现在相簿里照片积了一大叠，老伴却早早离开了，留他一个人在这间充满回忆的屋子里，等着3个孩子，谁会先想起他还站在这里？窗外的阳光很好，直直地照进来，打在茶几上。老林看着自己手背上密密麻麻的老人斑，那些岁月的痕迹和皱纹仿佛在冷酷地提醒他一件事，那就是他真的老了，但他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。下午3点多，门外传来一阵规律的敲门声。老林打开门，是住在同楼层的邻居陈阿姨。陈阿姨手里端着一个不锈钢保温锅，站在门口，笑着问今天是不是她80岁生日，孩子们是不是回来过了。老林勉强挤出一个苦笑，说孩子们回来过，刚走不久。陈阿姨似乎看透了什么，什么也没多问，直接把保温锅塞进他手里，说这是他早上炖的山药排骨汤。天气转凉了，喝点热汤补补身子。老林接过锅子，锅身还很烫手。打开盖子的那一刻，浓郁的排骨香气扑鼻而来。老林那一瞬间鼻子一酸，眼眶差点红了。他声音有些沙哑地道了谢。他突然觉得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邻居的惦记，竟然比那一整桌冷掉的亲情饭菜都来得有温度。陈阿姨临走前在门口轻声说了一句，别人会记得你，不是因为你过去为他们付出了多少，是因为你现在值得别人尊重。这句话像是一把锤子，在老林心里重重地敲了一下。那天晚上，老林坐在厨房里，一口一口喝着那碗热汤。他80岁的生日，唯一感受到温暖的是这碗邻居送的汤，而让他彻底心寒的是那一桌亲生骨肉全数缺席的饭。我在安养院看过太多这样的长辈，年轻时为了供孩子念书、买房倾其所有，老了却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在子女的良心上，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赌博。许多老人总是抱着传统的观念，认为自己牺牲奉献了一辈子，孩子理所当然要回报。但现实社会的压力改变了许多事情，人性的考验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消磨。隔天早上，老林还没起床，手机荧幕就亮了，是社区管委会群组发来的一条讯息，提醒某层楼的水管堵住了，请住户注意使用。老林看着这条讯息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海里全是昨天那顿冷饭，那碗热汤，还有陈阿姨说的那句充满哲理的话。早上7点半，陈阿姨又来敲门了。她穿着整齐的外套，手里拿着早报和2个热腾腾的包子。她笑着把包子递给老林，说猜他早上肯定没吃，怕他还在生闷气，顺便来蹭杯热茶喝。老林让他进来，泡了昨天剩下的乌龙茶。陈阿姨坐在对面，一边翻报纸一边问，昨天那些菜应该都凉了吧，有没有收进冰箱？老林淡淡地说，热了一碗，随便吃了点。陈阿姨抬起头直视着老林，语气变得非常严肃。她说，老林，我看你昨天冷的不只是那些菜，还有你的心。
他接着说了一段非常刺耳但真实的话，他认为老林活得太重感情，总以为人到了80岁，孩子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孝顺，会自觉地记得父母，惦记父母。老林等于是把几十年的心血全赌在孩子们会自动自发的懂事上，但现实是，也许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懂。陈阿姨喝了口茶，分享了她自己的经历。她以前也跟老林一样，大儿子离婚后带着孙子搬回老家住，她一句怨言也没有，出钱出力帮忙煮饭带孙子，结果换来的是儿子嫌她管太多，说她干涉年轻人的生活自由。后来陈阿姨彻底醒悟了，她自己搬出来住，确保房子登记在自己的名下，养老的钱也每年自己规划好。她找了区公所的调解委员和律师写好协议，清楚告诉儿子，不是母亲不帮忙，而是要换个方式生活。她帮忙带一天孩子，儿子就得付1天的保姆费。这不是斤斤计较，这是让儿子知道母亲的晚年生活是自己安排的，不是随便让年轻人支配的资源。陈阿姨说，她不是冷血，而是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，要别人尊重你，你就得先把自己安排明白，不能靠装可怜，不能靠整天喊着自己为家庭付出了多少，而是要站直了，让他们知道你还有自己的底线和生活。老林问他现在过得好不好，陈阿姨笑得很坦然，说心里一点都不堵了，没人欠他什么，他也不欠谁什么，他拥有选择的权利，也有一个清静的晚年。陈阿姨临走时把那份报纸压在茶几上，指着其中一篇专栏文章，标题写着老人不是道德提款机。他告诉老林，80岁了，不是没有选择，是从来没有开始为自己选。门关上后，老林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阳光从窗外洒进来，照在他手背的老人斑上。他低声对自己说，也许真的是时候该改变了。老林在阳台上喝茶时，脑海里盘算着自己手里的筹码。他在台北市区有一间地段不错的老公寓，在新北市还有一间稳定收租的套房，加上老伴留下的一笔定存和一些绩优股。这些年他从来没有动用过这些筹码去要求孩子什么，因为他觉得做父亲的不能跟孩子算计。但到了这个岁数，他忽然明白，有些态度不是教出来的，是必须透过规则建立起来的。当天傍晚，老林打开了家庭的通讯软体群组。这个群组平常安静得很，只有逢年过节才会有人发个长辈图或罐头讯息。老林平静地用语音输入了一段话，说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想着年纪也大了，打算把名下的房产和存款做个安排，要他们3个周末抽空回来一趟，听听他们的想法。这则讯息发出去不到10分钟，群组就炸开了锅。女儿雅婷第一个回复，语气充满惊恐，问老林怎么了，千万别吓他。紧接着小儿子志明也传来讯息，问是不是住院了，他马上请假回去看情况。大儿子建国反应比较谨慎，过了一会儿才回复，问具体是什么情况，电话里说不清楚，周末当面讨论。老林看着这些讯息，心里不禁感到一阵悲凉。前一天连陪他吃顿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，现在一听到要分配财产，全都有空了。周末上午，小儿子志明最先赶到，他气喘吁吁地爬上楼，一进门就满脸焦急地问老林到底哪里不舒服，吵着要带老林去大医院做全身检查。老林指了指沙发让他坐下，递给他一杯水，慢慢地说，不是生病，只是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该把事情交代清楚。老林问志明，这3套房子加上存款该怎么分？志明愣了一下，眼珠子转了转，露出讨好的笑容，说自己不是图财产，提议老林现在住哪套，以后那套就给他，他会负责照顾老林。老林看着他那副想装糊涂又掩饰不住贪婪的模样，没有说话。中午时分，大儿子建国和2女儿雅婷也陆续到了。雅婷提着一盒昂贵的进口水蜜桃，一进门就挽着老林的手臂撒娇，说老林是一个人住太无聊，胡思乱想，分什么财产，只要身体健康最重要。建国则从公事包拿出一份列印好的试算表格，推了一下眼镜，说他已经帮老林整理了名下的资产清单，
建议采用合法的赠与方式分年移转，这样可以节省庞大的赠与税，也能避免以后产生纠纷。老林看着这3个孩子，心里很清楚，他们今天回来都不是为了关心他这个父亲，而是为了那些不动产。老林坐直了身子，清了清嗓子说，他今天找大家来不是急着分家产，而是想看看谁最适合陪他度过晚年。如果有人愿意接他过去同住，负责照顾他的日常生活，他会考虑把大部分的资产过户给那个人。客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老林喝了一口茶，接着说，这不是马上就要搬，而是想看看谁有这个意愿，也有这个能力。3个孩子面面相觑，脸上努力维持着笑容，眼神却各自在盘算。建国清了清喉咙说，这得跟家里商量一下，现在住的房子空间不大，可能需要重新规划。雅婷皱着眉头说，美容院的工作很忙，白天基本都不在家，怕老林一个人无聊。志明摸着下巴说，他那边是可以，就是环境比较差一点，怕老林住不习惯。老林点了点头，要他们慢慢考虑，他不急。孩子们以为老林这是在征求意见，却不知道老林是在撒一张网，等着看他们现出原形。从那天起，老林突然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。大儿子建国开始每天早晚在通讯软体上传问候贴图，以前连文字讯息都懒得回的人，现在嘘寒问暖的让老林觉得头皮发麻。周末建国甚至提着水果来家里，还带着读高中的孙子。孙子戴着耳机站在门口，冷冷地叫了一声爷爷，敷衍得像是被迫交作业。建国笑着说，最近想通了，打算以后每周都来看老林，顺便帮忙打扫房子。老林心想，这哪是来打扫房子，根本是来确认继承顺位的。二女儿雅婷也不甘示弱，提着一大袋直销的保健食品上门，还贴心地附上放大版的实用说明。她一进门就熟门熟路地打开冰箱，嫌弃鸡蛋放太久不新鲜，说明天要请助理送一箱高价的放山鸡蛋过来。雅婷甚至提出要在她的粉丝专页上开一个孝亲主题的直播，要老林配合入镜展现父慈子孝的画面。老林冷冷地回了一句，如果他不配合呢？雅婷愣了几秒，假装没听到，转头去擦琉璃台。小儿子志明更是直接跑来跟老林说，已经把家里的小房间整理好了，随时欢迎老林搬过去，还说媳妇多期待老林去住。我在安养院担任院长这么多年，看过太多家属在长辈刚住进来时表现得非常积极孝顺，买最贵的辅具，订最好的营养餐。但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有些家属只是在完成一项任务，或者是为了让亲戚朋友看见他们的孝心。真正的陪伴是需要温度的，而不是用物质和表面的热络来掩饰情感的缺失。老林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他去文具店买了一本深蓝色的笔记本，在封面上端端正正地写下养老观察日记。他开始详细记录3个孩子每天的表现，包括打电话的频率、说话的语气、停留的时间，以及是否真心关心他的身体状况。他甚至给他们打分数，各项指标满分5分。老林不是在玩游戏，他是这辈子第一次把评估自己晚年价值的权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。除了记录，老林还采取了实际行动。他穿着平常的旧外套，拿着一个塑胶袋，里面装着房产证明和银行存折的银本，去了区公所的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处。接待他的是一位专业的律师。老林坐下来平静地问，人在活着的时候怎么安排这些财产最保险？律师详细向他介绍了台湾现行的法律制度，包括遗嘱、信托、议定监护以及负担之赠与。律师解释说，老林可以设定严格的条件，例如谁负责照顾晚年，谁陪同看病，就把财产按照比例分配给谁。如果对方拿到财产后没有履行照顾义务，老林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撤销赠与。老林听完后点了点头。他走出区公所的时候，感觉脚步轻快了许多。他终于明白，法律才是保护自己最坚实的后盾，他不该再被传统的道德枷锁绑架。准备好一切后，老林把3个孩子约到家里，语气平静地宣布他打算试办一个轮流居住的计划，3家
各住2个礼拜。等这一轮住完，谁让他住得最舒心自在，他就把房产的事情交给谁处理。孩子们听了都十分震惊。建国皱着眉头劝老林住自己家最习惯，搬来搬去太折腾。老林反驳说，人老了总要替未来打算，必须看看谁的生活习惯合得来。雅婷马上表态欢迎老林去住，承诺换顶级床垫。志明也连忙附和说，老婆很高兴。孩子们暗自较劲，都以为这是一场争夺财产的最终决赛。老林简单打包了行李，第一站来到了大儿子建国的家。建国住在内湖的高级社区，房子装潢得非常有现代感，但一进门，老林就闻到一股刺鼻的环境消毒水味。房子里干净的一尘不染，却没有一点正常家庭该有的生活气息。建国指着一间客房说，床单都是新换的，客房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系统衣柜。建国的妻子是个高阶主管，下班回来只是淡淡的跟老林打个招呼，然后就躲进书房处理公事。吃饭的时候，餐桌上的气氛冷得像在开检讨会，每道菜都严格使用公筷母匙，大家低头吃饭，没有人开口聊天。建国不时看手表，催促老林早点休息，还特别交代晚上少喝点水，免得半夜起来上厕所容易跌倒。孙子吃完饭就戴上耳机专心打手游，老林想过去关心几句，孙子头也不抬的要爷爷别吵他打排位赛。住在建国家的那几天，老林觉得自己像个不速之客，又像个透明人。房子很大，规矩很多，冷气很强，但完全没有温度。建国提供了饭店等级的住宿环境，却没有提供一丝一毫的亲情陪伴。2个礼拜还没到，老林就找了个借口说老家房子漏水需要紧急处理，提前搬走了。他在深蓝色笔记本上重重写下，房子大不等于家，有血缘不等于有温度，不及格。第二站是二女儿雅婷的家，雅婷的家布置得像是一间完美展示间，到处都是精致的摆设和进口香氛。雅婷对老林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，甚至用电脑打了一张日程表放在床头柜上。早上8点半晨练，10点喝综合精力汤，下午3点安排健康讲座。老林觉得自己像是在参加某种严格的养生训练营。雅婷每天都会拿着手机对着老林拍影片，要求老林对着镜头微笑，说吃了他准备的保健食品后精神有多好。有一次，雅婷甚至带老林去参加一个社区举办的重阳节敬老活动，主办单位邀请老林上台分享女儿有多孝顺。老林看着台下拿着手机不断录影的雅婷，突然觉得极度悲哀。他对着麦克风淡淡地说，他女儿确实很操心，把他每天的行程安排得比他年轻上班的时候还要满。台下一阵哄笑，雅婷的脸色却瞬间变得很难看。回家后，老林严肃地对雅婷说，他是父亲，不是美容院的活招牌，也不是用来在社群媒体上炫耀点阅率的道具。雅婷被说得哑口无言，老林同样没有住满2个礼拜就收拾行李离开了。他在笔记本上写下，照顾虽然周到，但全都是表演，亲情成了写好的剧本，不及格。最后一站是小儿子志明的家，志明住在新庄的一间旧公寓里，室内空间不大，东西堆得很杂乱。老林一进门就闻到厨房传来阵阵浓郁的饭菜香，志明穿着沾了污渍的衣服，正满头大汗地修理客厅的旧电风扇。志明的妻子从厨房探出头来，热情地笑着招呼老林随便坐，说菜马上就好。客厅的沙发有些塌陷，茶几上散落着孙女的蜡笔和图画纸。孙女一看到老林，就立刻扑进他怀里，开心大喊，爷爷终于来陪他玩了。志明家的居住条件绝对是最差的，没有独立筒床垫，也没有精致的有机养生餐。晚餐吃的就是最普通的台湾家常菜，卤肉、炒青菜、萝卜、排骨汤。但这顿饭老林吃得最香最放松。吃饭的时候，志明会不断帮老林夹菜，孙女会叽叽喳喳地讲学校发生的趣事。志明的妻子会体贴地关心老林晚上睡得习不习惯。住在志明家的这段时间，老林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。志明虽然经济条件普通，偶尔还会抱怨生活压力大，但他对老林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。他会在老林看电视的时候切好水果，
会在老林出门散步的时候反复叮咛他带件薄外套。老林在笔记本上写下：环境凌乱，但充满烟火气，能力虽然有限，但情谊非常真实，及格。身为一个在长照领域看了无数家庭悲欢离合的专业人员，我必须指出，长辈最需要的往往不是物质上的顶级享受，而是情感上的深刻连结。很多家属以为给长辈买最好的轮椅，请最专业的外籍看护就是尽了孝道，但长辈心里最渴望的其实只是家人能坐下来陪他们好好吃顿饭，耐心听他们说说话。老林在志明家找到了这种归属感，但他也很清楚，单靠这种朴素的情感是无法完全支撑长远且复杂的养老生活的。高龄养老需要庞大的医疗支出和专业的照护体系，这些都是志明这个普通受薪家庭难以单独承担的。老林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。回到老家后，老林把3个孩子再次召集起来，孩子们坐在客厅里，气氛显得比上次更加凝重。老林从抽屉里拿出那本深蓝色的养老观察日记，重重地放在茶几上。他平静且坚定地说，这段时间他在3家轮流住过，所有的真实感受全都记录在这本笔记里。他今天找大家来是要正式宣布他的决定，他名下的3套房产，他一套都不会直接过户给任何人。客厅里瞬间鸦雀无声，建国皱起了眉头，雅婷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志明则是低着头沉默不语。老林继续说，他已经委托律师成立了一个安养信托，他名下的财产会全数交由专业的信托机构管理。从今天开始，他们必须签订一份安养照顾协议。这份协议里明文规定了每个人应该履行的具体义务，包括每个月探望的最低次数、陪同就医的责任分配，以及节假日的陪伴规定。只有确实履行这些义务的人，未来才有资格按比例继承信托里的剩余财产。如果有人连续3次无故未履行义务，将会自动丧失继承权。建国深吸了一口气，语气有些不悦地说，这样做是不是太伤感情了，把亲情搞得像是一场冰冷的商业交易。老林直视着建国的眼睛，毫不客气地反击，说是他们先把亲情变成交易的。他们突然的关心，难道不是为了这些财产吗？既然大家都有所图，那就把规则白纸黑字定清楚。老林强调，他不是在用钱买孝顺，他是在用法律保障自己晚年的基本尊严。雅婷红着眼眶委屈地说，难道在父亲心里他们就这么不堪吗？老林叹了口气说，他不觉得孩子们坏，他知道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压力和难处，但他老了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猜测孩子们的心思，去苦苦等待哪天孩子们突然良心发现，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制度保障，而不是空洞虚无的口头承诺。志明抬起头，看着老林，坚定地说，他愿意签。他坦诚自己不怕白纸黑字，他怕的是明明想孝顺父亲，最后却因为没钱没能力，被别人指指点点说成是贪图财产。志明拿起笔，第一个在协议上签了字。雅婷犹豫了许久，最终也跟着签了。建国看着手里的协议，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他终于明白，眼前这个80岁的父亲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任由他们随便敷衍、予取予求的老好人了。建国拿出一支笔，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他抬起头对老林说，以前父亲教他们做人要脚踏实地，现在父亲用这份协议教他们怎么做个负责任的儿女。他彻底懂了。签订协议之后，老林的生活发生了微妙但正向的变化。一开始，孩子们的探望确实有点像是在打卡完成规定的任务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因为有了明确的规范和界限，大家不再需要去互相猜忌谁付出的多，谁付出的少。建国每周会固定排开行程陪老林去医院回诊，虽然话还是不多，但会在候诊时主动帮老林推拿酸痛的肩膀。雅婷不再逼着老林拍那些虚假的宣传影片，而是会去老字号摊位买一些老林真正爱吃的传统小吃过来，
陪他坐在沙发上看几集台湾乡土剧。志明一家更是成了老家的常客，孙女纯真的笑声让这间死气沉沉的老公寓重新充满了生气与活力。老林心里很清楚，孩子们的改变不完全是因为那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，更因为他勇敢地站稳了自己的立场，划清了不容侵犯的界限。他不卑不亢，坚持原则的态度，最终赢得了孩子们真正的尊重。观众朋友们，老林的故事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身为一个在安养院和长照领域工作了30年的老兵，张宏志，我必须语重心长地跟大家分享几个重要的观念。第一点，绝对不要把晚年的幸福完全寄托在子女的道德良知上。台湾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着高房价、物价上涨以及工作竞争的庞大压力，他们光是要维持自己的小家庭就已经自顾不暇，真的很难再有多余的心力和资源去承担沉重且长期的照护责任。这不是他们不孝，这是大环境的无奈。第二点，财产是老人最后的一道防线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心软或耳根子轻，就太早把名下的房产和资金过户给子女。我看过太多长辈提早分家产后落得无家可归，被当包人踢来踢去的悲惨案例。您完全可以善用法律赋予我们的工具，例如议定监护、财产信托，把资源的控制权牢牢留在自己手里。这绝对不是自私自利，这是保护您自己的基本生存权，同时也是在保护子女，避免他们因为金钱利益的分配不均而产生严重的家庭纠纷，甚至对簿公堂。第三点，晚年的尊严是自己给自己的，请不要再用传统的道德观念去绑架子女，不要整天把我当初为你付出了多少这种情绪勒索的话挂在嘴边。您必须学会主动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您可以去住家附近的社区大学报名上课，去参加银发族的旅游社团，培养新的兴趣，把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丰富且精彩。当您活得有光彩、有自信、有价值的时候，别人自然会被您的气场吸引，自然会发自内心的尊重您。这就是我们现在长照界一直在推广的有意识的变老。老林这个案例最大的智慧在于，他在面临子女冷落的绝境时，没有选择怨天尤人，也没有选择委曲求全的妥协。他用一种极度冷静、理性的方式，透过制度和法律重新定义了自己与子女之间的关系。他不再是那个苦苦等待孩子施舍一点点亲情的可怜老人，而是一个能够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翁。希望今天这个真实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深刻的启发与反思。如果您身边也有遇到类似困境的长辈朋友，或者您自己本身正在面临同样的养老难题，非常欢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您的亲身看法与经验。您的留言分享，也许正好就是其他陷入迷惘的人迫切需要的一盏明灯。这里是健康大实话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